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我和周洋结婚第二天，大家子正在吃晚饭，婆婆忽然叹了一下气，说道：“这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我一个人做一大家子的饭菜太累了，以后咱们婆媳换着来吧。”我什么话都没说，继续吃我的饭。婆婆声音高扬了几度，继续说道：“吃饭的人一多，花销也就越来越大了。我和你们爸的钱不够了，你们要上交伙食费了。老大媳妇你怎么看？”婆婆都点我了，我肯定得表态呀。好呀，妈，你算一下周洋和小叔子，我们两家要给你多少合适？婆婆马着脸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你弟妹他们还要养孩子呢，哪有钱交生活费呀？你是大嫂，体贴一下小叔子，这生活费就你们自己交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笑了一下。弟妹李娟朝我哭穷道：“大嫂，你是不知道养一个儿子多费钱，我和周科的工资压根就不够用，要是有钱，我们肯定会出的。”小叔子想说什么，被李娟瞪了一眼，又埋头吃饭了。婆婆安慰李娟道：“你们出啥生活费啊？妈知道你们养孩子没钱。”又对我说：“小婷，娟娟比你早进门，干的活也就比你多，她下班还要照顾孩子，以后的晚饭就归你了。”见我不说话，婆婆还以为我默许了，直接拍板道：“那就这样说定了。老大，你们两口子都有本事，每个月拿5000块钱给我当生活费。老二一家要养孩子，就不给了。小婷每天下班后就负责做晚饭和洗碗。”我早就知道婆婆不喜欢我，没想到她在我进门第二天就对我摆谱，想我为了打拼事业，扛着各方压力，拖到32岁才结婚，可不是为了当受气包的。我把筷子重重地放桌上，环顾了一下饭桌上的人，说道：“我没进门的时候，周洋不交，小叔子一家不交钱，我一进门就喊拿钱，合着就是叫我交呗。李娟比我早进门没错，可她伺候的也不是我呀，谁让她伺候了，就让谁还呗。”婆婆和李娟大眼瞪小眼，估计都没想到我会这样说。不等婆婆开口，我又说道：“妈，我也吃不惯你弄的饭菜，以后我在外面吃，伙食费就不给了。至于做饭，我工作忙，不可能天天做。”婆婆直接哭丧着脸对老公吼道：“周洋，看看你娶的好媳妇，居然跟我这个婆婆顶嘴！我早就说过，太厉害的女人不能娶。尽管我事业有成，长得也不赖，可婆婆觉得我年纪大，事业心强，配不上她那30岁的儿子，总是对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的。”老公满脸迷茫地说道：“妈，我觉得小婷说的都对呀，她在外面吃饭，你还少做一个人的饭菜呢。再说了，她在娘家也没有天天做饭。”婆婆吼道：“婆家咋能和娘家样呢？”老公更猛了：“你不是说把她当亲闺女看待吗？说她在娘家咋样，到了婆家依旧咋样，她都是照你的意思做的呀。”婆婆被她那缺根筋的好大儿气的话都说不出了，我直接不客气地笑出了声。我还就是喜欢周洋这较真的样子。老公又对婆婆说：“以后也不用做我的饭菜了，我跟我媳妇吃。”准备上楼时，我又问了一句：“爸妈，我和周洋住在家里，需不要出住宿费啊？还有水电网费这些，需不需要我们出？要不我们还是搬出吧。”公婆在城郊祖宅修了栋3层高的房子，2个儿子各层。小叔子结婚时没有买房，和公婆住在一起。我和周洋婚后本想搬出去住，可公婆不同意。我妈也劝我：“你小叔子一家没搬出去，你们一结婚就搬出去，外人指不定会说你们不孝，你就先住着，有机会又搬出去。”婆婆黑沉着脸
屁都不放一个。还是公公开口了，出啥出？安心在家住着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我也不好搬出去。在2楼的时候，还听见楼下传来婆婆和李娟的声音：“哎呦，气死我了！这种不孝的儿媳妇就该天打雷劈呀！你哥也是白眼狼，娶了媳妇忘了娘。妈，别气了，大嫂不做，我来做，你休息。还是娟娟你懂事孝顺，妈没有白疼你。明天我可得出去和老姐妹们唠唠嗑。我老周家门不幸，娶了个恶儿媳哟。我退后几个台阶，让下面的人能看见我。”疑惑地说：“妈，我咋听到你和弟妹在骂我呢？”不等他反应，又说道：“应该是我听错了。妈和弟妹一看就不是那种背后说人坏话的长舌妇，刚刚说的热火朝天的两婆媳哑巴了。”过了10来秒的时间，婆婆不自在地说道：“你肯定听错了，我刚刚在夸你呢，不信你问娟娟。”李娟急忙小鸡啄米般点头道：“对对对，妈和我刚刚在夸你呢。一般人肯定就会顺势接过这一茬，可我不是一般人呐。”我快速下楼，走到婆婆面前，兴奋地问道：“妈夸我啥呀？我想听，你把刚刚夸我的话再说一遍呗。”公公正在喝汤，顿时就被呛到了。婆婆更是像见鬼了样，睁大眼睛瞪着我：“妈，快说呀，我等不及想听了。”婆婆嘴角蠕动了几下，最后才瓮声瓮气地说：“夸你聪明能干有本事。”我追问：“就在这些？我隐约听到你说什么孝顺，难道我又听错了？”婆婆嘴角微扯，说：“还说你孝顺，是个难得的好儿媳。”面对我的注视，丽娟露出吃屎一样难看的表情，冲我点头。我又问公公：“爸妈说我孝顺聪明能干，你咋看呢？”公公擦嘴的手顿，说道：“你妈说的对。”说完就起身，头也不回地往门外走去。我满意了，对婆婆说：“妈，你和公公真是太好了，我明天一定要在邻居面前炫耀一下，我有对好公婆。”婆婆急忙摆手：“别，家里人知道就行了，千万别在外面说。”我不赞同道：“妈，你放心。我一定会一字不落地把你夸我的内容宣传出去，让那些小媳妇、大姑娘都羡慕我有个好婆婆。”说完一溜烟就跑上了楼，冲回房间，趴在床上闷声大笑。第2天我说话算话，遇见一个邻居就对他讲公婆夸我的话，不出半天，周围10几户人家全都知道了。以后要是公婆说我不孝，那就是自己打自己脸，以他们那好面子的程度，打死也不会做这样的事。我和周阳在外吃饭已经1个来月了，对此婆婆啥话都没说。丽娟总是说公司加班，回家晚，婆婆又怕饿着她的大孙子和小儿子，最后做饭这事还是落到了她自己头上。星期5回家的时候，婆婆他们刚吃完饭，公公嘴一抹，出门溜达去了。小叔子一家也下桌上楼了。婆婆叫住了我：“小婷啊，妈今天干活把腰扭了，你弟妹要带孩子，没空。你看这一大堆碗筷的。”我是听懂了婆婆的意思了，就是想叫我洗碗呗。本来洗个碗没什么，可婆婆居然对我耍起了心眼子，说什么腰扭了，明明刚刚遇见隔壁大娘。她还说婆婆打了一下午牌，赢钱了，还什么弟妹要带孩子，侄子都6岁了，还要咋带？把我当傻子糊弄，那可不行。我看了一眼老公，对他说道：“周阳，去把碗洗了。”婆婆回绝道：“他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进厨房呢？这些都是女人的事。”又做事扶着腰，阴阳怪气道：“我命苦啊，以前就起早贪黑伺候他们3父子，好不容易儿子娶了媳妇了，以为能享福了，没想还是一样的。”听到这话，我白眼一翻，
婆婆的苦难又不是儿媳妇带来的，谁带给你的苦难找谁去呀？我上前扶着婆婆的手说道：“妈，你的确该享福了。”婆婆立马笑着把抹布递给我，还是小婷明事理，那这碗筷就交给你了，妈去躺一下。我又顺势把抹布递给了老公，说道：“周阳，咋这么不懂事啊？妈为了你们操劳了半辈子，现在该让她享福了。以后这家务事啊，你要抢着做。”老公利索地擦起了桌子。我抢在婆婆开口前说道：“妈，你可以别心疼周阳，这心疼男人啊，最后遭罪的还得是咱们女人。”强拽着他往卧室走。妈，你哪疼？我给你按摩一下。跟你说呀，我可是学过的。说腰疼，那我这个好儿媳不得给你好好按摩一下。在婆婆舒服的哼唧唧的时候，我猝不及防加大了力道。婆婆惨叫道：“哎呦，老大媳妇，你是不是想疼死我呀？我咋有你这么个恶毒的儿媳妇哟？”我无辜道：“妈，你可冤枉我了，这疼才说明有效果，忍着点，多按几次，保准你明早起来就好了。”我边偷笑一边继续按摩，婆婆疼得不停地朝前爬，嚷嚷道：“不按了，不按了，快起开，疼死我了！”我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妈，有句古话说得好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这按摩一个道理，越疼效果越好。”婆婆只有1.5米左右，身材很瘦弱，而我有1.7米，又经常健身，拉着婆婆的脚一扯，轻松把她拉回了原处。婆婆疼得直叫唤，每次想翻身躲开，我都能把她按回来继续蹂躏，直按到周阳洗好碗筷来婆婆卧室找我才停手。周阳进门不解地问道：“你们干什么呀？”我在厨房一直听见我妈叫唤。婆婆眼里蓄着泪，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儿子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媳妇想谋杀我，妈差点就见不到你了。”婆婆那蔫巴巴的模样让我差点笑出声。我别过头咳嗽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妈不是腰扭伤了吗？我给她按摩一下。都怪我下手不知轻重，把咱妈弄疼了。”婆婆吼道：“你那是按摩吗？你那是穿着高跟鞋在我背上蹦迪，要我的命啊！”我委屈地辩解道：“妈，不用力怎么有效果呀？”老公也附和道：“妈，这按摩可不就是要用力吗？”看婆婆精神好点了，我忍笑问道：“妈，是不是没那么疼了？要是还疼，证明按摩不到位，得继续按。”婆婆咬着牙挤出了一句话：“好多了，你们赶紧上楼休息吧。”退出门的时候，我又对婆婆说了一句话：“妈，以后你有啥腰疼腿痛的都可以找我，我技术可好了。”老公那个憨憨还在旁补了一句：“我有一次腰疼，小婷也给我按摩了一下，你别说，第2天还真的不咋疼了。”婆婆气的话都不想和我们说了，一个劲的摆手让我们走。我也见好就收，麻溜的走了。从那天起，婆婆不再招惹我了。我也时常买些水果回家，总是第2天想吃就没有了。我知道是谁拿走了，我不想计较这么多。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彻底爆发了，也找到理由搬出去。公司业务需要，我出差了半个月，回到家，我归整东西的时候，发现衣柜里少了样东西。我问在看书的老公，说：“你看见我30岁生日那天，我闺蜜送的那条旗袍了吗？那是她亲手设计缝制的。她已经出国定居了，很大可能我们以后都见不到面了，所以我很珍惜那条裙子。”没有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不会动你的东西。我眉头紧锁，想起婆婆有时候会上楼来打扫卫生，于是下楼询问正在吃饭的婆婆：“妈，你见过我衣柜里的一条米色及脚踝的旗袍没？上面还绣着栀子花。”婆婆瞪了我一眼，极快地回道：“没看见。”又把筷子一摔，
黑着脸骂道：“自己的东西，问我干啥？难不成我这个婆婆还会拿你的破裙子啊？咋这么大反应？没看见就没看见呗，可我还不能这样说。”只能歉意道：“妈，我怎么会这样想呢？估计是我记错位置了，我再上去找找。”可小叔子却说话了：“娟娟，我咋记得前几天妈拿了一条那样的裙子给你？”我望过去，发现李娟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可很快就恢复如常，对小叔子骂道：“你耳朵聋了？大嫂说的是长旗袍，我那可是及膝的短旗袍。”婆婆也没好气地说道：“娟娟为这个家付出了许多，我这当婆婆的就不能买一条裙子送她了。”婆婆说完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下，我毫不在意，不就是想说我没为这个家付出呗。我和婆婆是相看两厌烦，抬脚准备上楼，可小叔子却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：“妈给你的就是一条长裙。”我眼睛好得很，小军也看见了，是吧？小军，小侄子嘴里还塞了一口饭，嘟囔道：“没错，我眼神可好了，是一条长裙，老漂亮了。”李娟拍了下小侄子的背，骂骂咧咧道：“你老娘的裙子，我还不知道长短，你们父子肯定看错了。”小侄子气哼哼地放下碗筷，冲上了楼。我也随即抬腿往楼上走，在2楼客厅处遇见小侄子抓着一条裙子，正在挠着头，自言自语：“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？不应该呀！”我打眼一看，咋那么像我那件呀？为了确认一下，我走上去说道：“小军，可以给大娘看一下吗？”我接过裙子，仔细翻看，除了短了点，简直和我那件像了10成10。就在我翻看时，一只手从后面裙子抢走了，一道刺耳的声音响起：“大嫂，这是我的裙子，都说了不是你的，弄脏了你赔呀！”我阴沉着脸，眼都不眨地盯着李娟问：“弟妹，你确定这是你的裙子？”“当然是了，这是妈和我去逛街的时候亲自挑选买的。”撒谎。他眼神闪烁了一下，说到最后明显语气不足了。我继续逼问：“是吗？在哪买的？我也想去买一条。”他后退了一步，眼睛不敢直视我，说：“买不到了，老板说这是最后一条了。”说完这话，他直接朝楼下吼道：“妈，你快上来呀！大嫂非说我的裙子是她的。”蹭蹭蹭，婆婆3步并作2步就跑上楼来了，气都还没喘匀，对着我就是一通乱骂：“贺小婷，你是眼瞎了，看不见这是短裙子吗？”我退后几步，避免沾上唾沫星子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妈，事实如何，你我他3人都知道。你不是会做衣服吗？把裙子改短一点，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儿。”婆婆听到这话，往地上一躺，开始哭闹道：“哎呦，我不活了呀！儿媳妇非得冤枉我这个婆婆偷她裙子呀！”李娟也有样学样哭道：“大嫂，你要是喜欢这裙子，我送你就行了，怎么能冤枉我和婆婆偷东西呢？我虽然穷，可我志不短。”两婆媳这一闹，把其余人惊动了，一个个都来了2楼。公公皱着眉呵斥正在打滚的婆婆赶紧起来：“不嫌丢人啊！”婆婆哭得更凶了：“老头子，我没脸活了呀！这么大一把年纪还被人冤枉是小偷，让我死了算了。”李娟在一旁帮腔，哭诉道：“爸妈送我的裙子，大嫂非说是她的，话里话外都说我和妈偷了她的裙子。我进周家7年了，我是啥样的人，大家都清楚，我怎么会偷拿大嫂的裙子啊？”我站在一旁不说话，默默地看他们俩表演。平时对我还算和蔼的公公黑沉着脸问我：“小婷，咋回事？你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我点头答道：“爸，弟妹手里的裙子就是我的。”公公说：“大儿媳，既然你说是你的，那就拿出证据。”
不能空口白牙一通乱说。婆婆也嚣张地说道：“拿不出证据，你得给我侦查下跪认错不可。”我走到李娟面前，把裙子拿过来，朝阳台走去。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原本白色的栀子花，在太阳的照射下慢慢变成了粉色。我环视众人说道：“我朋友用幻彩丝绣的花，这种丝线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在阳光下能变色。”婆婆还在嘴硬，说：“我们买的时候，老板也说裙子是用啥幻彩丝绣的花，在太阳底下能变色。凭这点可不能证明这是你的裙子。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”我把裙子翻了个面，在太阳的照射下，裙子上慢慢显露出了东西。我指着衣服冲两人骂道：“你们说说是在哪个商场买的？我倒要去问问老板在哪进的货，怎么上面有我和我朋友的名字？”闺蜜的奶奶是个精通双面绣的大师，朋友得她奶奶真传，为了纪念我们的友谊，花大心思把我们俩的名字环绕着绣在旗袍里面。现在裙子上只有我的名字了，闺蜜的名字只剩个姓了。看着短了一截的裙子，我恨不得甩那老太婆和李娟2巴掌。婆婆和李娟，你从裙子上显现出我的名字的时候，两人就不说话了。公公指了指裙子，又指了指婆婆，吼道：“这到底咋回事？老大媳妇的裙子怎么会成了老二媳妇的？老婆子你来说。”别看公公平时不当家不管事，可这一嗓子还是把婆婆吓得抖了一下，嘴角扯动了几下，最后小声说道：“我不是看老大媳妇衣服裙子那么多，也没见她咋穿，当大嫂的送一条裙子给弟妹又怎么了？”话到后面居然还说出了一股理所当然的味道，我压抑的脾气彻底的爆发了，怒骂道：“我衣服裙子多关你屁事？你凭什么拿我的东西送人？别以为你是周阳他妈，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。”把我逼急了，我照样翻脸不认人，又指着李娟骂道：“还有你，满肚子坏心眼，成天惦记别人的东西，撺掇婆婆占我们便宜，我可不是好欺负的。”说完，我就重重地甩了她1巴掌，把自己手都打麻了。啊！你个贱人，凭什么打我？我打死了！李娟叫骂着想打我，还不等我出手，小叔子把她拦下了，并给了她1巴掌，嘴里还骂道：“李娟，闹够没有？”李娟捂着脸，边哭边嚎道：“周科，你居然敢打我！你是不是和贺小婷那件人有一腿？”听到这话，我又忍不住给了李娟1巴掌，并骂道：“思想龌龊的人看什么都脏，你再乱说一句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”老公也气冲冲地说道：“李娟，你找不到工作，我托关系帮你找了，你不知道感恩就算了，还污蔑我媳妇。”李娟只知道捂着脸哭，屁话不说。我直接指出了李娟的小心思：“哼，她盼着你这大哥一直不结婚，这样你死后财产就都是他儿子的。”我忽然截胡，打破了她的美梦，可不就是看我不顺眼，恨不得我去死了。我第一次到周阳家的时候，就发现李娟对我有莫名的敌意，总是有意无意地说我岁数大了，不好生孩子，搞得周阳他妈对我很是不满。后来我碰见过他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求老天保佑周阳一辈子不结婚，无儿无女。”我这才知道他的恶毒心思，家里其他人估计都不知道呢。李娟明显慌了，骂道：“你个贱人，别胡说！我什么时候有这样想法了？爸妈，你们相信我，我真的没这样想过，都是贺小婷乱说的。”可是她这心虚的样子，长了眼睛的人都能看出来。婆婆更是冲上去揪住李娟头发，嚷道：“好啊，原来你还有这种恶毒的心思啊！亏我还觉得你孝顺，
那裙子也是你有意无意的在我面前说你想要一条一样的，可是买不到，我才起了心思去拿的。也是你说把裙子改短的，活着你是拿我当枪使啊！我可没心思看接下来的大戏，拿着裙子就上了楼。到了房间，我对老公说：“周阳，我要搬出去，我不可能再和你妈住一个屋檐下了。”周阳说：“好，不过这事你别提，我找个时间给爸妈说，总算是找到机会能搬出去了。在此之前，我还得给周阳他妈一个教训。星期天是周阳二婶50岁的生日，亲戚朋友基本都会到他家吃饭庆祝。开车到二婶家已经10点了，大部分亲戚都到了。眼看婆婆把红包递给了二婶，我一个箭步冲上去，大声说道：“妈，你果然有大嫂风范，给二婶准备了双份礼物，你们俩感情真好。”周围人都往这边看了过来，我掏出一个首饰盒，对迷茫的婆婆说道：“妈，你在家不是一直念叨要给二婶准备一个大礼物吗？谁知你走得急，居然忘了。还好我看见，又给您带了过来。”婆婆疑惑地看着我，想伸手把盒子拿过去，我装作没看见，顺手就打开盒子，递给了二婶。二婶，快看看，喜欢吗？我妈可是挑了好久才选到满意的。二婶看见盒里的东西，都惊呆了，眼睛都瞪大了，看着婆婆说：“大嫂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”站在二婶后面的人都看见了，全部发出一声惊呼。哇！大部分人都是爱凑热闹的，亲戚都围了过来，想看看是什么东西，又有我的故意阻拦。婆婆被挡在了外围，啥也没看见。我劝二婶说：“二婶，你可一定得收下。我妈说以前和你闹了矛盾，一直想给你道歉，可是拉不下脸。这不趁着你生日，准备了一个礼物，给你赔礼道歉。你不收，就是不原谅他。”周围亲戚见此，纷纷劝道：“淑芬呐，你就收下吧，不管你大嫂和你有啥矛盾，今天过后就不要提了。淑芬，既然你大嫂诚心要给，你就收下吧。”我更是把东西拿出来，戴在了二婶手上，嘴里夸道：“哎呦，二婶，你看多合适，多好看呐！”二婶高兴的都合不拢嘴了，眼睛不停地在张望，说：“咦，你妈呢？”我急忙说道：“我妈不好意思，故意跑到后面躲着呢。”亲戚自动让出一条道。二婶眼含热泪走向丈二摸不着头脑的婆婆，说：“大嫂，以前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你送的礼物我很喜欢。”婆婆顺着二婶的视线往她手上一看，直接呆住了，惊呼道：“哎呀，好大的金镯子，可我没买过呀！”我凑到婆婆耳边小声说道：“我专门拿的，给你在亲戚朋友面前仗面子。”婆婆还以为镯子是我买的，没花她的钱，自己还白得了名声。她谦虚地对亲戚说道：“我这个当大嫂的可不是得多照顾下面的弟弟妹妹吗？都是我该做的。”说着还专门看了我眼。我顺势点头说道：“妈说的可真是太对了。”个亲戚对婆婆打趣道：“平时还觉得得你抠搜爱占小便宜，可现在一看，你可是顶顶大方的了。”周阳的二奶奶更是夸赞我妈：“不错，我们老周家娶到你是祖上积德了。”二叔也很感动，说道：“大嫂，让你破费了。”其他亲戚也纷纷夸赞道：“看这两妯娌感情好的，就算是亲姐妹也自愧不如啊。”公公也赞许地看了婆婆一眼，看着婆婆得意的笑脸，我在心里默念：“笑吧，笑吧，现在有多开心，之后就会多难过。”大家子回到家已经7点了，婆婆脸上的笑就没停过。在1楼客厅，婆婆叫住我说：“昨天你对我这个婆婆不敬，我本想让你下跪道歉认错才能原谅你，
可看你今天费力讨好我，我就原谅你了。”我直接笑出了声，不屑地说道：“你偷了我的东西，还想让我下跪道歉？做梦呢！实话告诉你吧，给二婶的镯子是你的，我在你房间拿的。”啊！婆婆大叫一声，跑回自己房间了。啊！贺小婷，你居然偷我的镯子送给你二婶！婆婆尖叫着，狰狞着脸朝我奔来。我气定神闲地回了她一句：“我都是跟你学的呀，反正你有那么多镯子，也没见你戴。再说了，你可是大嫂，送一个镯子给你的弟妹又怎么了？”婆婆吼道：“能一样吗？你那是条破裙子，我那可是价值上万的金镯子。”我直视着她，吼了出来：“在我心里，手镯也是个破东西。你现在心痛了，拿我裙子，捡我裙子的时候，怎么不见你手软？今天我不过是以牙还牙罢了。”李娟想挽回她在众人心中的形象，板着一张脸教训我：“大嫂，你怎么能和婆婆计较呢？看你把妈气成啥样了！”我甩了她个白眼，骂道：“我怎么做儿媳妇关你屁事？昨天的教训没吃够吗？滚！”婆婆拿我没办法，只能捂着胸口哼唧道：“哎呀，疼死我了！老大，你就看着你媳妇这样欺负我吗？”老公看看我，又看看他妈，最后说道：“妈，我知道你是装的，你的体检单我都看过了，各项指标都很好。哎呦，我不活了呀！这辛苦拉扯大的儿子，娶了媳妇忘了娘啊！”又对抽着烟的公公哭道：“老头子，你就看着我这样被欺负，枉我嫁给你40多年，给你生了2个儿子，你个没良心的呀！”公公猛吸一口烟，然后吐了出来，在烟雾中看不清他的神情，只听见他说：“这你要我咋管？把你儿子打一顿，然后叫他离婚。本来就是你这个做婆婆的不对，谁叫你擅自拿小婷的衣服的？从昨天到现在，你都没对小婷说句道歉的话，要我说就该这样治治你。”我笑着对公公说：“还是罢明事理。”婆婆还在心疼她的金镯子，朝我哭吼道：“我不管！贺小婷，你把我的镯子还回来，那可是我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才买的呀！”我耸耸肩，两手一摊道：“亲戚些都知道镯子是你送给二婶的，要拿回来也是你亲自去要呀。”我无能为力，就算婆婆真的能干出这不要脸的事，公公一定会拦着的。婆婆躺在地上，犹如3岁小孩一样撒泼打滚，哭道：“我的大金镯子啊！看我们没人扶婆婆。”李娟蹲下拉着婆婆道：“妈，你快起来，地上凉，小心感冒了。”李娟大概不知道，狗发起疯来是见人就咬的。婆婆双眼放光，死死抓住李娟，兴奋地说道：“要不是你撺掇我拿你大嫂的裙子，他也不会拿我的金镯子，所以你必须赔我一个镯子。”李娟脸都僵了，拼命地想摆脱婆婆的魔爪，哭丧着脸说道：“妈，裙子和镯子都不是我拿，我凭什么要赔你镯子？再说了，我也没钱啊，可抓住希望之绳的人，怎么会轻易放开呢？”我看着李娟白赞的手都被婆婆抓破了，渗出了血。从进门就没说话的小叔子一锤定音道：“这件事是我媳妇惹出来的，我会负责的。”对我和周阳鞠了个躬，说道：“大哥、大嫂，我替李娟向你们道歉，对不起。”又对纠缠的两婆媳说道：“妈，你快起来，镯子我会买给你的。”婆婆溜烟就爬了起来，期待地看着小叔子道：“我就知道我小儿子孝顺，妈明天陪你一起去选。”李娟带着怒容大吼道：“没钱，不买，又不是我拿的镯子，凭什么要我们买？周科，你要是敢买，我就带着儿子回娘家。”婆婆双手叉腰，冲李娟骂道：“有本事你就回呀！我还想找你爹妈说道呢。”
这咋教育的女儿啊？惦记大哥的家产，大嫂的东西，好好的一个家被你搅得鸡犬不宁。怒气冲冲的李娟犹如被放了气的气球，瞬间蔫巴了。公公拍着桌子说道：“好了，这件事就此打住了，以后谁也不要再提了。老婆子，相信你也得到了教训，以后不会再犯了。小婷，你妈年纪大了，她也知道错了，你就别和她计较了。老两家的，以后脚踏实地做人，别想些有的没的。累了一天了，都去睡了吧。”我用眼神示意老公，该他表态了。老公咳嗽一下，说道：“爸妈，我和小婷还是搬出去住吧。”公公浑浊的眼睛注视着我，我毫不胆怯地说道：“我不可能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。我和妈，还有李娟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像以前一样了。”气氛有一瞬间凝滞了。我又轻笑道：“就算我们搬出去了，不还是一家人吗？”公公沉默了一会，缓缓说道：“容我考虑一下，你们都去休息吧。”我说：“好的，爸，你和妈也早点休息。”我知道公公会同意的。今天下班也没有在外吃饭，回到家婆婆已经做好了饭菜。公公说道：“今晚我们一大家子放下过往的不快，好好吃一顿饭吧。”吃完饭，我和李娟主动收拾起了碗筷，收拾好出来。公公说：“老大一家搬出去了，老二一家也自己开火，我和你妈都有退休金，生活不需要你们担心。等我们老的动不了了，你们两家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”老公点头说道：“爸妈，就算我搬出去了，也还是你们的儿子。”小叔子也表态道：“爸妈，不用担心我们，我们会好好过日子的。”李娟嚷嚷道：“我要上班，小军咋办呢？”小叔子立马说道：“我9点上班，负责送他去学校，你5点半下班，负责接回来。周末谁休息谁带孩子。”就这样，我和周阳如愿搬到了外面，大概是心情好。1个月后，我怀孕了。得知我怀孕的消息，周阳高兴坏，毕竟她也不小了。婆婆得知我怀了孩子，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不请自来了，说：“你和周阳年纪都不小了，估计也只生这一个了。我有经验，保准把我的孙子照顾得白白胖胖。”我直接拒绝了，我看见你就肚子疼，你回去吧，生了孩子也不用你照顾，我会请月嫂照顾。婆婆气得大骂我：“狼心狗肺，不识好人心，别人能有我这个亲奶奶用心吗？这房子是我儿子的，我想住就住。”我拿出房产证扔在他面前说：“看清楚了，这房子是我自己买的，和你们周家一点关系也没有，赶紧滚出我的家！”最后是周阳亲自出面把他妈送走了。我也对周阳表明了我的立场：我和你妈合不来，以后她老了需要人照顾，我会花钱找专业人士照顾。都说婆媳婆媳，当婆婆的对儿媳妇好，儿媳妇才能对婆婆好呀。肚子里的孩子对我来说才是最重要的，我坚决不能让旁人影响到我，从而影响孩子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只因儿子跟我姓，老公撕破脸骂人，婆婆撒泼哭闹，儿子出生证到手，我发朋友圈分享喜悦。老公徐则评论：“你怎么能擅自让儿子跟你姓？传出去，别人以为我是倒插门。”我茫然不解，看着老公的评论，擅自。我打开1年前的录音听了一遍，内容是徐则信誓旦旦保证孩子跟我姓，姓名我决定，这我才答应了备孕。倒插门，我摸出抽屉里的房产证，的确是写着我名字的婚前房产。随后徐则很快给我发来了消息：“冉冉，刚刚是我语气重了点，但你这样做，爸妈那里我很难交代，他们一直盼着孙子，爸很生气，
还说孙子不姓徐，以后别想进族谱宗祠。我无语翻白眼，姓纪就不是他们孙子了，血缘还能变来着。冉冉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要想一个随你姓的宝宝，我们可以生2胎3胎。我被徐泽这番话惊住，忽然觉得头一次看清这个男人，他把生孩子说的跟菜市场买菜样轻松。我已经猜测到了徐泽的心思，在女方无生育意愿期间，以随母姓哄骗她生娃，等娃生下来，要是女儿就随妈妈姓，再拼2胎，要是儿子立刻原地反悔。小算盘打得在月球都能听到。我和徐泽相识于一次社区志愿服务，我和他刚好分到一组，协助居委会调解家庭矛盾。那户家庭的男人冷暴力妻子，调解员却劝妻子要谅解丈夫工作压力大。没人为妻子说话时，徐泽站了出来，指出是丈夫的不对。我对徐泽的好感便是从那时起的。不久后，我们恋爱了。那时徐泽温柔体贴，会为弱势女性发声。有一次约会，硬是要我陪他去体验10级分娩疼痛。体验完毕后，他虚弱地抱着我哭：“冉冉，以后我们不要孩子好不好？太痛了，我舍不得你痛。”我红着脸嗔了句：“谁要嫁给你呀？”也是在他主动提出孩子随母姓时，我才有了要和他拥有个孩子的强烈意愿。原来都是装的。我二话不说拉黑了他，在床上难受的大哭场时，房门被人暴力大开，婆婆闯进来，边骂骂咧咧，边动手拉我。当初要不是看你是京市本地独生女，我才不同意你进门。你压根配不上我儿子，就知道你不安好心，存心要断我老徐家的香火。你现在起来，给我去改名！我一个翻身起来，一把扯住他的头发，手上使劲。骂完了没有？老钱婆，你敢骂我，我还敢骂你全家，骂你祖宗18代，尖酸刻薄死老太婆。婆婆没想到我会还手，还会骂她。毕竟这之前，即使她对我没好脸色看，我仍然对她尊敬，不说重话，从来都温声细语。但这是建立在徐泽尊重我、爱护我的基础上，我也就不和她这尖酸刻薄的妈计较，给足她表面面子。看着婆婆狰狞的面孔，我冷笑，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我拎起婆婆轰了出去，反锁门。她像条蛆般赖在门口叫骂撒泼。没一会儿，声音停了，传来钥匙插孔的声音，接着是咚咚咚拍门声。既然你居然拉黑我！徐泽恼怒声响起。从发朋友圈到此刻，不过短短2个小时，但我已经做好了决定。隔着门，我平静开口：“徐泽，我要和你离婚。”敲门声突然停住，隔了好几分钟，才传来徐泽嗤笑声：“既然，你几岁了，还拿离婚做要挟？儿子一定要姓徐，这点我不会让步。你没有和我商量，私自去上儿子名字，本就是你理亏，现在和我去改掉，我就不和你计较。”婆婆尖声附和：“既然我劝你别做，阿泽都答应2胎跟你姓了，你以为离了婚，谁会要你这2手货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骂街的冲动。第一，儿子是我怀胎10月生的，我要他姓什么就姓什么，再逼逼叨叨，直接改姓隔壁老王。第二，理亏的是你徐泽。我按下录音播放键，调高音量，透过猫眼，我看见徐泽脸色铁青。贱人，你居然录音，夫妻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。我句唇被他难听的话刺痛，但很快淡去。这段录音纯属是当初我误触，录了下来，后来觉得有纪念意义，就一直留着。没想到如今成了打脸爱人的证据。我没义务和徐泽解释，接着说：“第三，离婚就是离婚，
我不像你们，想早点抱孩子就连哄带骗，门被徐泽用力踹了几下，我心一颤，幸亏锁了门。徐泽语气阴沉：既然离异还生育过，你找不到下家的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无语，谁规定离婚就一定得再结？傻逼！母子俩又在门外骂骂咧咧。婆婆压低声音：我宝贝孙子的抚养权必须拿到，让既然每个月给2万抚养费，不给不让看宝宝。徐泽，到时候小宝的姓也一起改了。听到他们的对话，我沉默了。真是两个法盲，孩子2岁前的抚养权默认给女方，并且改姓更要经过父母双方同意，母子俩打好算盘。徐泽扬声道：我同意离婚，现在你立刻马上从我的房子滚出去。徐泽自信得意的声音让我产生一丝自我怀疑，难道我什么时候把房子卖他了？电关火石间，我想起了件事。我有一个极品姑姑，前段时间她忽然打我电话，不知道她从哪听来的假消息，以为我要把房子过户给徐泽。她气不过来，这可是我哥出钱买的，怎么可以给一个外人？给也是给你侄子啊，他以后娶老婆需要。我侄子才10岁，我向来不喜欢贪财势利的姑姑，便故意激他这房子可是我送给徐泽的生日礼物。哎呀，姑姑，我明天就去过户了，你可别跟徐泽说，破坏了惊喜。姑姑气得当场摔电话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刚挂掉电话，徐泽就一脸喜气从卧室出来，想必是把我和姑姑的对话全听去了。好厚的千层脸皮，我爸妈辛苦攒钱给我买的婚前房子，就为了婚后我有个保障。在误会我要送给他时，他居然假装不知，打算顺势收下。当初定亲时，体恤他爸妈积蓄少，为了图吉利，彩礼钱只收了他们家8888，而在我家嫁妆28万，出车出房，嫁妆带回他家的情况下，徐泽居然还好意思收下我的房子。见我一直沉默，徐泽得意极了。既然房子可是你主动过户给我的，生日礼物，谢谢你了呀。说着，他把一张眼熟极了的过户证明对进猫眼，晃了几秒，徐泽便小心翼翼折起来放好。这不是当初我为了堵住姑姑的嘴，特意搞回来的假证明吗？那时姑姑怕我真过户给徐泽，她得不到好处，当晚立刻跑去我爸妈家闹，被我爸赶出门后，就抱着我侄子在楼下哭喊撒泼，造谣我爸妈私吞爷爷的遗产，最后还是邻居举报扰民，才被保安赶走。为了爸妈不再被骚扰，我干脆弄了张假讨户证明，让姑姑彻底死了这条心。我记得这张过户证明被我随手放在了抽屉里，难怪后来想扔的时候一直没找到，原来是徐泽把它藏起来了。可惜他再宝贝，也不过是一张毫无法律效力的废纸罢了。而徐泽还在趾高气扬地挑衅，我这辈子没有这么无语过，再忍就是对我自己的不尊重。快步走到储物室，我抽出棒球棍，开门打狗，气呵成。徐泽一边躲一边痛得嗷嗷叫：既然你个泼妇，呵呵，在打房子写的还是我名字，脑浆摇匀了再跟我说话，臭你丑沾点海水，还真把自己当海鲜了。无差别发疯攻击，徐泽和婆婆抱头求饶，我一个箭步后退，回屋落锁，把徐泽从黑名单拉出，现拍了张房产证照片给他。假的证明还当宝供起来呀？你真是傻得像支2B 铅笔，好好看清楚，写的是姑奶奶我的名字，耍你玩还当真了。得亏今天我爸妈带纪小宝去游乐园，我才能大施拳脚。爸妈得知这件事后，恨不得扒了徐泽的皮。我爸愤愤说：
好家伙，感情他们是来吃我家绝户的。我妈有些担忧，妈支持你离婚，但离异家庭的孩子多敏感，妈怕小宝也……我打断妈妈的话，认真说道：“妈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缺乏家人关心的孩子才会敏感自卑。纪小宝可是有世界上最好的姥姥姥爷和妈妈疼，我就怕他傻白甜缺心眼呢。我让爸妈别带纪小宝回我这边，这段时间都住他们那。等徐泽母子反应过来，必定会抢孩子。这不，门外已经响起钱婆婆曲秀兰的哭嚎：小贱人，把我孙子交出来！我含辛茹苦养育的孙子呢？我儿子的亲骨肉啊！我讥笑，含辛茹苦养育，孩子出生后都是我和我爸妈在带。偶尔有事想要曲秀兰带半天，他就立刻说自己腰疼风湿痛，而徐泽跟个死人一样。现在想来，自己真是眼瞎心盲。我懒得再费口舌，直接报了警，扰民。门外终于清静了，但只清静了一晚。隔天，曲秀兰在我公司楼下拉了个寂然，见人还我孙子横幅，他本人一哭一扑咚，直接躺在公司门口。造孽呀！你们公司的寂然太恶毒了，想要我家绝后，怎么绝的后？你们来评评理。他居然让我老徐家19代单传的孙子跟他姓纪，这不是存心要断老徐家的后吗？可怜我和我儿子，还被他赶出家门，房子还是我儿子的，让你们领导出来！这么歹毒的女人，应该立刻开除。既然你给我出来，有种和我对峙。其实我老早下来了，躲在盲角区录下他发癫全过程，再把视频录像发给我爸。等收到我爸消息，我才放下心任他闹，因为我早料到以曲秀兰的德性，肯定会来公司大闹，所以我用魔法对付魔法。我爸一直开着视频通话让我看，他也拉了张横幅，跪司凤凰男徐泽吃我女儿绝户。同时，我爸混进徐泽公司食堂，把曲秀兰污蔑我的视频、徐泽承诺孩子随母姓的录音，分别2个大喇叭起公放。我爸在一旁贴心补充细节。正是午饭时间，徐泽公司员工边吃饭边吃瓜，一时之间也没保安来赶。徐泽铁青一张脸进来阻止时，大伙儿都把瓜吃透了，看他的目光充满鄙夷。我爸猛地虚弱一倒，眼含泪光。我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父亲，你妈去我女儿公司威胁我，什么都不敢做，只敢来这里求你。徐泽，你行行好心，做个人，放过小冉吧。同事们对徐泽指指点点，议论声越来越大。见不见？还有脸去女方公司闹？太会算计了，生了儿子，立刻反悔随母姓，还倒打一把。凤凰男吃绝户，女方实惨，他妈好不要脸。房子怎么是他儿子的了？明明是女方婚前财产。我看他们早就盯上女方的房子了。徐泽脸色苍白，丢脸到恨不得钻进地洞。他慌乱解释，但没人信。领导也在，命令徐泽立刻处理好家事，否则解雇。没多久，前台告诉我，曲秀兰走了，走的时候很急，还掉了只鞋。我在办公室笑出猪叫。我知道徐泽下个月要被提拔当总监，但现在嘛，估计只能继续当小主管喽。之后，徐泽母子自觉搬离我家，还说要我爸妈带好纪小宝。见他们没在搞事，我渐渐放松警惕。律师拟好离婚协议那天，我眼皮却直跳，心没来由的慌。工作连出了几个错，傍晚下班，我直奔爸妈家。我妈见只有我一人，皱眉：小宝才3个月大，怎么能把他一个人放家里？我后背发凉。妈，小宝不是一直在你这儿吗？我妈疑惑望着我。中午我和小宝睡觉时，你不是过来抱走他了吗？
他拿了张纸条给我看：“妈，不打扰你午睡，小宝我先接回家。”字迹与我的很像，但有区别。此时我和妈妈都反应过来，有人偷偷带走小宝了，但门锁没有撬开的痕迹，种种迹象表明是熟人作案。我立刻调出客厅的监控，一看，果然是熟的不能再熟的熟人，徐泽和曲秀兰。我当即打了110，并向警察提供了监控，但抱走孩子的是孩子爸爸和奶奶。警察无奈表示，这属于家务事，他们没法立案。冷静下来后，我意识到这段时间的风平浪静是徐泽母子为了让我放松警惕。我大意了，他们老徐家的19代单传男娃，怎么会这么简单就让外人来养？而徐泽现在的住处，我并不知道。若他存心把孩子藏起来，我翻遍整个京市都找不到。这时，徐泽居然自己找上门来。我接通电话，听见有婴儿啼哭声，以及曲秀兰的抱怨：“小宝怎么一天到晚都在哭，哭哭哭！”徐泽不耐烦道：“妈，你把小宝抱回房间，太吵了。”顿时我怒火中烧，他们就是这样带小宝的。我生气地喊了几声徐泽，却没人回应。通话就这样持续了5分钟，徐泽像是才记起这通电话样。既然你还没挂呀？我冷冷说。徐泽，把小宝还给我。徐泽嗤笑一声，还？小宝是我儿子，我只是带他回家，想见小宝也行，答应我几个条件。他又慢悠悠说：第一，小宝改回徐姓；第二，姓院的学区房过户给我；第三，打50万给我妈，作为养老钱，让她老有所依。我2个拳头都硬了，但徐泽还没说完。如果以上都能做到，那我可以考虑不离婚，毕竟我要工作，家里需要人带孩子。对了，养孩子花销大，你爸妈的存款都交给我，我来规划使用。我震惊于徐泽的厚颜无耻，对他破口大骂：没有镜子，麻烦你撒泡尿照照自己。我还没给你脸呢，就想起我头上拉屎，真把自己当玩意儿了。你徐泽不就是要吃我家绝户，还要我给你当吐费保姆？小算盘被戳穿，徐泽恼羞成怒，不答应也行，以后我不会让小宝认你，他没有你这个妈，真是个狗东西。我不想和徐泽再做无意义的争吵，现在最重要是接回小宝。我只能态度放软，和他迂回道：不，你不能这样，小宝也是我的孩子，条件好商量，但这件事我个人不能做主，约个时间，2家人坐下谈吧。我接着说：把小宝也带上吧，我爸妈会好妥协些。徐泽警告我：好，既然我2个表哥也会跟去，别耍花样。于是约谈当天，我请了10个1.8米的肌肉壮汉，我让壮汉们假装顾客，分散坐在附近。小宝的婴儿车夹在徐泽2个表哥中间，看来是真怕我抢孩子，他们失去筹码。曲秀兰趾高气昂问道：50万都准备好了吧？徐泽补充：房子等下就去过户，离了个大谱，谈都没开始谈呢，就默认我们屈服了。我和爸妈没吭声。徐泽做事起身：既然你什么意思，点诚意也没有，不谈了。曲秀兰抱起小宝：乖孙孙，我们回家，你妈妈不要你了。我连忙拦住他们：50万是吧？现在转。曲秀兰眼珠子滴溜转：50万是刚刚的价，现在要100万。我一脸为难道：100万要了我爸妈全部养老钱了。我爸哽咽掏出存折：团回给他们吧，大不了我去捡垃圾。曲秀兰兴奋夺过，打开看完却黑脸了，存折里只有49.68元。曲秀兰扬起存折，要甩我一脸。我眼疾手快，钳住她的手腕：别客气啊，
这是我孝敬您买棺材的钱呢。曲秀兰，贱人，早知道你没安好心。儿子，阿泽，快来帮妈！我左右开弓甩了他2巴掌。叫什么叫？吵死了！你儿子现在没空救你。早在曲秀兰要打我时，我请的壮汉便分头行动，控制住徐泽和他表哥。壮汉们一个在背后环抱徐泽，2个分别抱他大腿，还有个在他跟前挥拳头。我和爸妈大摇大摆带走小宝。听说后来徐泽报了案，但警察查了咖啡厅监控后，表示无法立案。壮汉们只是纯抱住他们，没有伤人，并且在最后，壮汉都说是认错人，还主动放开。曲秀兰不服，在警察局闹了1周，最后以扰乱公共秩序，行政拘留3天，才安分下来。离婚的事是不敢再拖了，我赶紧将离婚协议寄到徐泽公司，但没多久，快递就被退回。徐泽的号码打不通，连曲秀兰的也关机了。徐泽公司的人说，他休了年假，这段时间都没上班。徐泽母子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。我风平浪静地过了半个月，直到某天，我推着曲儿车在小区花园散步，忽然冲出一个流里流气的中年男人。他拦住我：“你是徐泽老婆？”我想也没想否认：“不是。”杨彪咧开一口烟牙：“你老公欠我500万，现在人找不到，我只好来找你要了。”他掏出一张借条，白纸黑字，还有徐泽的指印，不似作伪。我心里咯噔起来，难道徐泽最近失联，是卷钱跑路，把烂摊子甩给我？毕竟天没签离婚协议，都属于夫妻共同债务，我没钱，更何况这是徐泽借的，我没义务帮他还。我后退一步：“你大可以向法院起诉徐泽。”然而3天后，我收到了的法院传票，庭上杨彪出具了银行取现记录、借条以及把钱交给徐泽的照片，证据完美的像是特意而为之一样。而我无法证明这500万不是用于家庭开销。法院宣判我有为丈夫还款的义务。我脸色苍白出了法院，碰见特意等我的杨彪，我莫名觉得这件事哪都怪异，却说不出对不对劲的地方。直觉告诉我，这笔借款有蹊跷。季小姐，我也不想逼太过，但当初你老公说好15天还钱，我已经足够宽限了。3天后再不还，后果自负。相信你也不希望家人被打扰。我冷静下来，说7天。杨彪点头，好心建议，你的房子市值超过500万，卖房不失是个好选择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我心中疑云一片。我请假奔波了5天，却怎么也没找到徐泽和他妈。第6天，我家门口被扔了数十只死老鼠，浓郁的恶臭让我扶着墙干吐。杨彪的短信发来：“季小姐，还剩1天。”我狠狠攥着手机，徐泽欠的钱，凭什么要逼我来还？走投无路之际，我在网上直播间连线了一个律师，一字不差复述了事情经过，希望借助网友们的力量。本来并不抱什么希望，死马当活马医罢了。洗完澡出来，却收到一位网友的消息：“小姐姐，我前段时间看过一个法律咨询直播，那个男的问题跟你这件事很像。”链接，我只见微抖，点开链接的直播回放，连线的男人说话捏着嗓子，但即便如此，他的声音依然和徐泽有7分像。他问律师：“我有个同事，她老公婚内欠了500万，她有一起还的义务吗？”律师答：“如果这笔借款用于家庭上，是有义务的。”看到这里，我已经十分确定，这个人就是徐泽。他在我这里没捞到1分钱，于是利用婚姻关系套路诈骗我的钱。
我报警了，警方很快将杨彪抓拿。审讯期间，杨彪却嘴硬得很，只能从徐泽母子处找突破口，但他们藏匿过于隐蔽，警方一时半会也没找到踪迹。以我对徐泽的了解，他写了如此大额的一张借条，不会不留证据证明借条是假的，以来避免杨彪反咬一口的风险。我心知必须尽快找到徐泽，不然他发现杨彪被捉，很可能销毁证据。我让我爸发了条仅曲秀兰可见的朋友圈，有朋友知道怎样改姓吗？抱拳，前几天带外孙算过命，说是孩子跟爸爸姓福气更好。自牙又让他在评论里无中生有回复，得爸妈同时到场才能改。那算了，我女儿前夫找不见，只能不改了。刚哄睡小宝，我爸就发消息来，曲秀兰找他了。我爸先是装模作样说嫌麻烦，不想改了。曲秀兰一听，立刻急了，这怎么行？那可是他老徐家的19代单传，唯一的香火。于是他连发10几条语音，炮轰我爸。我爸一条都没点开，最后很是勉强回：那行吧，你让徐泽明天在公安局等。曲秀兰却回：阿泽现在在外地，具体我也不知道在哪。这样吧，亲家公，我让阿泽写张委托书邮寄给我，明天我跟小冉去办。我冷笑看完聊天记录，曲秀兰和徐泽倒也不蠢。我因他背负500万的债务，他们生怕这是逼他出来还债的圈套。我也料到徐泽不会出现，但有曲秀兰一个就够了。届时警方会跟踪曲秀兰，等徐泽现身，立刻实施逮捕。第二天，我和曲秀兰办理了小宝的改姓。出公安局时，曲秀兰洋洋得意：我老徐家的姓可是受祖上庇佑的，福气满满。你们那个记姓泽，一看就寒酸哟。我发现曲秀兰频繁往一个方向瞟，定睛一看，大树后方藏着一个戴帽子口罩的男人，鬼鬼祟祟，是徐泽。我偷偷朝潜伏在附近的便衣做了个手势，下一秒5个便衣警察冲向徐泽，没几分钟，徐泽便被按压在地。他低垂着头，没再挣扎，一副伏法的样子，却在戴手铐的那秒发狠撞开警车，掏出小刀，直直向我刺来。既然我死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！我下意识后退，一堵肉墙顶住了我。不知何时，曲秀兰来在我身后，冰冷的声音像毒蛇：去死吧贱人！徐泽扭曲癫狂的脸越来越近，急中生智，我用力把脚一崴，整个人斜斜侧倒。而徐泽收不住力，刀子深深插入曲秀兰肚子。啊妈！徐泽手机里果然存了打假借条，计划如何诈骗我的全程的录像。其实一开始，即使猜到徐泽留有证据，我也犹豫是否报警。万一他极其信任杨彪，万一他蠢到没留证据。直到我发现家里电脑的云盘登着徐泽账号，而账号的移动端连的是徐泽手机，云盘有个文件夹叫证据，但只有500万借条的照片。同时，我发现一个2G视频上传失败的记录，只因非会员只有1G容量。最终，徐泽诈骗以及故意伤害罪，判刑10年，曲秀兰从犯3年，离婚流程还没走。于是我带着律师去探监徐泽。徐泽签完离婚协议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：你拿到儿子抚养权又有什么用？现在他可是姓徐了，这辈子他都姓徐，哈哈哈哈！他会继承我老徐家的根，你们季家就断在你这儿了。我悲悯地摇摇头，都在监狱踩缝纫机了，还想着这档子事，没救了。其实儿子跟谁姓，我都没关系，
难道这会改变他是我儿子这个事实吗？只是徐泽母子算盘打得太响。我退一步，急退万步。我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纸，举到徐泽面前，改姓申请撤回回执。既然你个出尔反尔的婊子！徐泽发疯般敲打隔着我的玻璃。我起身微笑。哦，对了，杨彪他老婆拿着那张借条去你老家找你爸讨债呢。听说杨彪一家放高利贷的，有的是手段。则喷，不说了，我还要去医院告诉你妈这2个好消息呢。监狱外碧空如洗，不远处爸妈抱着咿咿呀呀的小宝在等我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